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斯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环绕音效，我们会讲解它整个的演进的历史，然后还有它是怎么运作的。那为什么今天会想要录这个主题呢？因为其实像我们在卖东西啊，不管是门市或者是脸书或者是 Line， 那或者是说我们常常在虾皮上面卖东西。那就很多客人他常会问一些问题，就是说，我的音响啊有没有支援这个解码，或是这个音响听起来效果怎么样啊？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来，其实客人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重复，性质都是重复的，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这样子，我们把环绕音效就是这个原理运作的方式给大家讲解一下。那相信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呢，就会对环绕音效有更多的概念，那也会更知道说如何去挑自己喜欢的音响。对，因为现在其实电视的画质越做越好嘛，其实蛮多人是想要买，就是在这段期间，尤其疫情比较严重的这段期间，想要买个好音响。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讲，就是在讲环绕音效之前呢，其实我们要先讲一下，就是最初的所谓的整个音效的起源，就是单声道。那大家在看一些那种可能黑白的影片，就是那种很古老的，可能1900年、1910、20年，常会看到有那种类似叫做留声机，就是有个黑胶唱片，然后上面有个号角喇叭。那这个时候的声音是怎么录制呢？就是假如说都会有一个乐团，那就小提琴做好，然后可能低音大提琴做好，然后可能鼓手啊那些节奏的做好，然后有一个麦克风去做收音。那收音完了之后呢，这个音乐就被记录在黑胶唱片上面。那它播放的时候是由一支喇叭，然后没有分所谓的什么左喇叭、右喇叭、环绕喇叭，它就是一支喇叭去做播放。那可能有人会问说，那你这个音乐叫做单声道的音乐啊，又有人叫做 mono 啦 ，mono 的音乐。这个单声道音乐，我难道就不能拿2支喇叭，我不能拿3支喇叭，我不能拿100支喇叭去做播放吗？那这个答案其实是呢，你一样可以，当然可以拿2支喇叭、3支喇叭、10支喇叭去做播放这个单声道的音乐。可是它的实际意义在于说，你拿100支喇叭去播放，只是加强它的音量而已。那这个其实现在有很多的那种蓝牙喇叭，它说它有串联的功能，其实这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今天你串联了很多支的喇叭，它实际上的意义就在于说它加强了音量，就是这样子的意义而已。好，那接着我们讲完单声道之后，接着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多声道的，就是第二步叫做双声道。那为什么会有双声道呢？就是当然我们制作扬声器跟录音的技术就是一直进步嘛。那接着在1931年呢，有一个 EMI 唱片的工程师，录音工程师，他叫Alan Blumlein， 他就想说，其实这个工程师就想说，因为我们其实听音乐的时候，人的生理构造是我们有一对耳朵。那我们听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听现场表演的，我们会听得出来，就是说，这个假如说是一个古典的乐团，那它可能左边是小提琴，那可能右边是吹管乐器，那可能中间的后面是一些打击组这样子。其实我们听得出来所谓的左右跟前后这种远近的感觉。那这个 EMI 的录音工程师他想说，那既然人的耳朵有一对，所以我们听得出这种立体的感觉。那如果我喇叭播放的时候，我也有一对喇叭在做播放，那我们人类是不是就可以听到，就是就好像在听现场表演的那种立体的感觉？所以呢，这时候就发明了所谓 stereo 立体声的录音，也有人叫双声道。那它做法有点像是说，今天有准备2支麦克风，那相比单声道的话，就多了1支麦克风嘛，就2支麦克风。那一个就是收，假如说今天有乐团在前面表演，左边的麦克风收舞台左半边的声音，右半边的麦克风收舞台右半边的声音。那接着这2支麦克风收的声音呢，再分别由所谓的2支喇叭去做播放。那我们听的人就会听到所谓立体的感觉。那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你常常在 YouTube 或者是新闻，基本上你现在听到的很多的这种，应该大部分
你听唱片也都采取所谓的双声道的录音。那当然1931年它这个规格被创造出来之后，其实一直到1950年才开始比较多唱片采用所谓的双声道 stereo 的录音。所以但是这当然这跟 mono 单声道的技术他们是一直并存的，所以你一直到1970年，在这年间左右的黑胶唱片啊，你常常会看到它有发行所谓的 mono 的黑胶跟 stereo 的黑胶。那其实就在讲说，就这段期间的唱片公司，他们音乐有发行单声道版本跟所谓的立体声 stereo 的版本。那既然我们讲到了立体声，其实我们应该要让大家体验一下所谓的立体声。所以接着呢，我们就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就请我们的后制的小编把我现在讲话的声音呢移到所谓的左声道。移到左声道的时候，你应该是觉得，如果你面朝面朝手机荧幕的话，你就会觉得你现在你的左耳是有声音的。那当然你要用耳机或是喇叭比较好体验。那接着我们再请小编把我的声音呢整个移到所谓的右声道。现在就是把它移到右声道。那如果你面对手机荧幕，你就会觉得你的右耳是有声音的。好，那最后我们再把声音回归到原本正常，就是左右两个声道都有声音，让大家体验看看。但是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双声道嘛，可是其实现在很多人他对于这种立体声他已经没有什么感觉或概念了，就是他感觉不出来单声道跟双声道有什么差距，感觉不出来。这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行动装置，像我们常常都，其实现在人都用手机占了很多时间，或用平板。但是像我举例，我的 iPhone 11啊，它的左右声道喇叭，它其实它设置在它的底下的电源孔，就直接设计在它的两边，就是电源孔左边就是左声道，可能右边就是右声道。那这其实会发生一个也应该说它就是应该这也不能算是它的失误，应该说就是其实它就是它这样设计的。像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假如有分左右声道，对不对？但是假设我就是正着拿，或者我横着拿，这个其实它声音只会从手机的某一侧出来。所以其实你在看所谓 YouTube 的时候，其实不管假如说我今天有音乐创作者，我是有设计左右声道就是感受很强烈的音乐，可是在我手机上听起来，其实我每个人听他分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声音都是从手机的底部，或假如横拿就从手机的左边或右边发出来的，所以这不能怪大家，就我们现在对于双声道这种体验是已经就是没有那么强烈了这样子。好，那接着讲完单声道到双声道之后，其实我们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所谓的环绕音效。那在讲环绕音效的发展呢，那我们就要讲说为什么会有环绕音效嘛？那就是因为随着电影的发展，就是人们已经慢慢的不能满足，因为有时候你看到电影的场景有那种飞机或车子从前面啊往我们这边开，或者假如说后方有人的声音什么的，所以大家就是已经不能满足于说用两声道去搭配电影的画面了。于是就有人想说，那很简单啊，那既然我要就是有环绕音效的话，我要有背后有声音。这个第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就是，我就在背后放喇叭，然后我在制作音效的时候，我就在我的背后的喇叭也录上了声音。这样子我看电影的时候，假如说有一个场面是有人在我背后讲话，那这时候我就直接录一个有人在后方讲话的声音，这样就搞定了。所以这样的思想在70、80年代的确有很多的厂商，那这时候用很多不同种的规格，就那时候有什么4声道啊，然后有5声道都有，然后用各种技术去呈现所谓的环绕音效。那当然这中间有一家厂商就是最有名的，就叫做杜比实验室，就是他们家应该算是大家现在听到的什么杜比数位啊、杜比全景声啊，就是这家厂商。他们在1976年就是星际大战最早的版本，那这时候他们就用上所谓杜比的环绕音效。那这也给当时很多就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就是这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体验，就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声音音效居然有那种真的就好像人就是在影片当中现场的感觉，就是后方有声音啊，前方人物讲话啊，左右边有物体在移动。
那基本上杜比公司也是就之后就是一直处于这种统治级的地位。那像我们常常听到所谓杜比数位 5.1 Dolby Digital， 那或者 Dolby Digital 7.1， 它就是在讲这个杜比家所做的环绕音效。那所谓的 5.1 呢，就是讲说有5个喇叭负责环绕的音效，那有一个就有 5.1 的点1就是负责那个1就是负责重低音，叫重低音喇叭。那为什么我们会把重低音喇叭单独出来数呢？因为其实重低音喇叭它其实不太影响你对于环绕音效这种方向感的体验。那当然不是说重低音它就既然它不影响这个体验，那它就不重要。其实它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电影里面有很多那种大量的，假如说一些爆破的场景啊，或者是汽车的引擎声啊，这都是需要低音喇叭去辅助的。所以电影里面的音效还是有很多大量的低频率的这种特效，它需要重低音喇叭去做辅佐。你加了重低音喇叭，你看电影才比较有感觉。好，那接着呢，时间推到2012年，就杜比在那一年发布了所谓的杜比全景声，就是大家现在听到叫 Dolby Atmos 的音效。那 Dolby Atmos 有做2个重大的改变，其实它在它的一个安装的手册，我记得是2018年，叫做它有出一个 installation 的guidelines 有写到。那其实它的一些demo 的光碟的影片段也有解说他们这个主要的核心的差异。杜比全景声它有2点重大的改变，第一点就是加入了所谓的天空声道。那它跟以前有什么差别？天空声道以前的杜比数位 5.1 或 7.1， 它其实是以我们的耳朵为一个高度，就是说它只有分我前跟后，它其实没有分上面。假如说今天有下雨声，其实它没有在天花板，或今天有个飞机从影片的那种影像是从上空，从我们的上空往后飞，其实你实际上听起来它就是只是从前面到后面，它没有所谓上方的那种音效的感觉。那在杜比全景声里面，它加入了所谓天空声道，所以你现在会听到，假如说有下雨，像杜比的测试片，它有一幕很有名，就是它天花板会下雨的音效。然后或者一些飞机，你会觉得它真的，或直升机就是在你头上盘旋那种很真实的感觉。那可能有些人他家里面没有办法装这种所谓的天空声道，那杜比也有推出所谓的反射式的喇叭，它的结构就会是，它基本上原理就是朝向天花板去发射声音，然后声音借由反弹再让我们听到。那其实大部分的，应该说现在基本上所有的soundbar，它的天空声道都是采用这种反射式的设计，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没办法，很难做一个天空声道喇叭直接放在天花板，因为它接电线就是这样，真的是，而且又很丑，所以是实际上现在soundbar都是用反射式的设计。那但它跟直接挂一个喇叭的效果还是有差别了，但是有总比没有来讲是好得多的，简单来讲。那其实呢，杜比全景声它当然不是只有简单的加入了这种天空声道，就这么简单而已。它有一个核心的改变，就是说它从原本的叫声道基础，他们这个英文叫做 channel based， 变成一个物件导向，这 object based。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就是它非常核心的改变，就是说以前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应该这么讲，以前我们要做一个，假设我们现在要做一个飞机绕着我们飞一圈的音效，然后我们要做一个5.1 的环绕音效的话，它其实它的音效设计师啊，这个音效师他们的逻辑就是说，好，今天要让我飞机有飞一圈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让中间的喇叭先有声音，换左前方，接着换左后方有声音，再来右后方，最后回到右前方，所以它让5支喇叭依序发出声音。但是这样的思维其实有点像是说，其实你是单独设计每一支喇叭的，你就只是让他们发出的时间不一样嘛，然后你要去算他们多久。你假如说现在换你发出时间，现在换左前方的，现在换左后方的，所以它是有点像是你设计5个独立的音轨，然后再把它兜起来，去组合这种环绕音效的感觉。但是在杜比它新的这个物件导向的开发，全景声这个新的物件导向的这个设计界面，它很简单，就是
好，我们这边会拉一个杜比它展示的影片，说明它的这个技术。音效设计师他会有看到一个类似房间的方形的模型，那他在设计音效的时候，他只要关心2件事情，一个就是会移动的音效。假设什么意思？假如现在有一个飞机从后面往前飞，那这时候他在他的开发，这个音效师在他的开发界面上，他就可以去拖曳这个音效。如果你现在看到画面，我们画面会有那个样子，然后它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小绿点，它小绿点就可以去拖曳，让它到在房间里面随意移动。那第二个就是那种固定不变的音效，就是背景的声音。假如说假如说下雨它可能它上方会有一些频率是固定的，然后有一些声音也都是固定在头上的这样子。或是假如说我们一些背景的那种环境音，那种就是算是固定频率的声音，它不用去让它移动，它就一直发出来就好。所以杜比这新的它这个物件导向的开发界面啊，算是给音效师他们更多的，就是你放更多的心力，就是以前你要克服很多技术的问题，因为你要想办法让5个音轨兜起来，听起来像有环绕的音效，但现在其实你不用管了，你就是在它的开发界面上，你就是去移动你特效移动的轨迹。那接着呢，它相容这个杜比全景声的设备，它们里面有杜比授权的晶片，他们自己就会去算说，在产生这个环绕效果的时候，需要系统里面哪些喇叭去做播放。假设我今天接了20几只喇叭在我的家里面，然后我接了一个音响的主机，它就会自己去算我东西在移动的时候，假如说第几号喇叭需要去做播放。所以呢，其实呢，它跟以前的杜比的前一代叫杜比数位的差异在于说，它能给消费者，第一个当然就是设计者，他可以他只要考虑他想要呈现的效果，他其实不用做那么多在技术上要去关心的事情，所以他心力就是在呈现最好的环绕效果给消费者。那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也是有差的，为什么呢？像以前的杜比数位啊，其实你大部分都听到杜比数位 5.1 嘛 7.1， 你会可能好奇说为什么没有杜比数位 10.1 杜比数位 20.1， 因为其实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当你旧的那种杜比数位它的设计的思维，你要设计到10声道20声道的环绕音效，其实第一个就是它耗费的精神跟心力实在是太多了。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啦，假设你进到电影院里面，它的喇叭绝对都是几十支以上起跳的，甚至上百支都有。那你在播放电影的时候，你在看这个杜比数位 5.1 的电影，那这些上百支的喇叭它们怎么运作？其实它这个时候其实很有趣的是，你上百支喇叭在播放杜比数位 5.1 的时候，其实它们也只是分成5个区域在运作。所以坦白来讲，就是有点像是浪费了这种你弄了那么多支喇叭，其实你就想要呈现更精细的效果嘛。但是这个问题到了全景声的时代，它就被解决了。就是你今天装了100支喇叭，好，那我今天假设我环绕喇叭装了100支，然后我有一个飞机绕着我飞一圈的这个画面，那这个时候100支环绕着你的喇叭，它的机器经过演算之后，它就会真的会让，假如说它就自动让1号喇叭响起，2号喇叭响起，3号喇叭响起，4号喇叭响起。所以简单来讲，如果你有了杜比全景声的这个片源，然后呢，你的电影院也装了很多支上百支喇叭，照道理来讲，你会得到比以前更绵密、更真实、更连贯的这种环绕音效的体验。所以这个杜比的全景声真的是算是一个很重大的革新。那目前家用的设备啊，其实最高支援到差不多应该30几声道就已经算是极限的啦。但我们不讲电影院，那是商用。30几声道的表现其实应该还算是，其实家用来讲都算是很多了。因为一般人家里面，其实我们一般遇到可能就 5.1.2， 就是环绕喇叭5支，重低音1颗，然后2个天空声道，这样就算蛮多的。进阶一点可能 5.1.4。那最后就是我们会当然我们在了解这个环绕音效的整个运作原理之后，我们就要教大家怎么来挑音响，因为这就是今天的算是重点。
基本上呢，我们在买音响的时候，我们只要考虑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设备支援哪些环绕音效的规格，假如说这个音响我支援杜比 Atmos， 还是我只支援到杜比数位 5.1， 那我支援 DTS， 我支援 DTS-X， 那这是它支援了哪些规格。第二个就是说它有哪些喇叭在哪些方位，那去参与这个环绕音效的播放。只要掌握了这2个问题，其实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去挑你想要的设备。那举个例子，今天有个电视，他说我标榜 Atmos 的解码，我可以播杜比全景声，但是我电视只有就是配备2个喇叭。那其实我电视在播放这种全景声的片源的时候，其实我听起来的效果就会跟就是我真的摆2声道的喇叭就是差不多。为什么？因为我就只有2个喇叭，我就算能解这个全景声的音讯，但是我只会配给我的左右2个喇叭去做播放，所以我不会有头顶上方的音效，也不会有后方的音效。那再来就是说，假如说我们以 Soundbar 举例，以 Sony 最新推出的 A7000 的 Soundbar。A7000 Soundbar 它首先它有上方，就是在它正面上方有2个天空声道，那它的正中间有做一个中置的人声的中置声道，然后还有左右声道。接着它在侧环绕的部分啊，它在Soundbar的2边有做侧环绕，利用反射的原理去打。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还没有试听这个 Sony A7000 之前，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说，如果我今天这个Soundbar买回家，我大概能听到，就是我在播放 Atmos 的片子的时候，我大概可以听到天花板的音效，那我也可以听到左右2边的那种感觉。只是说反射的强不强烈，这种反射的音效制造起来的感觉强不强烈，就是还是需要现场试听，因为其实反射它的变数是蛮多的啦。所以当然反射的设计比起这种实体的无线后环绕来讲，还是无线的后环绕喇叭它的感觉会强非常多，这是一定的。就是当一个喇叭就是摆在后面的时候，它的声音你听到就会感觉它一定是从后面来。那市面上其实它有很多，你看到很多 Soundbar， 它就是完全没有后环绕喇叭，然后本身喇叭也没有做所谓在上方的这种天空声道专门的独立的喇叭，那它也标榜有解Atmos 的音效。其实这种产品它听起来就是跟旧时代的产品其实差异是不大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电视有解 Atmos 的音效，可是你只有2个喇叭嘛，那听起来跟双声道的设备差不多。所以这些有标榜着解 Atmos 的 Soundbar， 但是它也没有什么多的天空声道喇叭，也没有后环绕，它其实跟旧时代的产品听起来的差异是不大的。那这时候你就挑外形或价格预算在内喜欢的也就可以了。那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些设备能解音效解到什么规格？当然，同时你的电视或你的播放器也要能够输出。假设你今天就是要听 Atmos 的音效，你只要确认你的电视或者是你的蓝光播放机，它可以输出 Atmos 的音效给音响。那输出完之后呢，通常在音响它会有萤幕或是 APP 都可以去监看这个目前是收到什么样的讯号，都会显示出来。那电视的话呢，就是需要去设定成源码输出，那有些英文叫做 Bitstream。那接着你就可以看音响有没有收到，然后接着你还会需要一个 HDMI 线材，它是支援所谓的 EARC。如果你是要听杜比全景声的话，就是这个 HDMI 线要支援所谓的 EARC。那 HDMI 线这部分我们会再另外录一集，因为其实这也是常常蛮多客人在询问的问题。好，那其实今天的影片就也是这个主题大家都了解到整个环绕音效它怎么运作的。所以相信大家对于就是要怎么去买音响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我们麦斯音响呢，其实是少数展，就是我们展很多品牌的Soundbar，然后甚至我们也有那种实体的剧院，那还有电视跟投影机，那像是常见的 Sony 啊、三星、LG、BOSS、JBL， 其实我们这边都有贩售跟规划，应该算蛮少见，就是会展那么多Soundbar跟音响的店家啦。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体验看看，就是影像跟画面，然后杜比全景声那种环绕的感觉啊，其实都非常推荐说来我们麦斯音响这边实际体验一下。因为其实声音这种东西真的是它很难用言语表达出来，但是当你一听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这真的是，尤其是杜比全景声，很多客人来体验之后就觉得说，原来下雨声真的是在头顶上可以
发生出来，这真的是非常神奇、很厉害的事情。这样，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的留言区留言，或者是直接私讯我们的Line 或者是脸书的粉丝团。那也欢迎大家就是订阅我们，分享我们的影片。那今天的影片也就到这边，谢谢大家。